解放军空军官方新媒体账号“空军在线”17号发布一条微电影式纪录片。这部片子记录了一名歼20飞行员的成长历程，也展现了中国空军跨越式发展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纪录片还首次披露了歼20警告区里外军隐身战机的细节。今天我们有5名新飞行员通过战斗资格考核，正式成为黄海大队的战斗员，在这里为大家组织入队仪式。卫星，到！你是黄海大队第多少名飞行员？黄海大队有73年的历史，我是黄海大队成立以来第149名飞行员。你知道黄海大队的荣誉吗？黄海大队的荣誉是战场上打出来的，是4刀见血拼出来的。抗美援朝，黄海大队与敌空战80多次。击落机伤敌机29架，打出了国威。就位。从你加入黄海大队的这一刻起，就担负着最艰巨的任务，责任、奉献、牺牲就摆在你们面前。万家团圆时，我们战巡东海，直面生死，因为我们的祖国不容任何侵犯。只要一声令下，拎起头盔，我们就上，誓死歼灭一切来犯之敌。同志们，有没有信心？首战有我，有我必胜。这部微电影式纪录片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来自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飞行员卫星是如何接受日间和夜间空战考核，最终成为王海大队歼20飞行员的过程。王海大队是解放军空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也是首支整建制列装歼20隐身战斗机的作战部队。在9分多钟的片子中，透露了多个有关歼20和王海大队的重要细节。这个部队飞越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对马海峡，出色完成东海防空识别区常态化管控、南海战巡、巡航凯岛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当我驾驶战机在座舱里俯瞰祖国宝岛的时候，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宝岛的这个整个的海岸线还有山脉。那一刻我的心中是无比的自豪与骄傲。我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说，以后我一定还会飞过来。那一块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领土，没有像说的那些这条线或者那条线。元旦当晚，一则解放军战机在台海展开训练的消息受到海峡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据台湾 TVBS 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在比对了大陆方面发布的消息和台军方发布的消息之后，发现当晚解放军空军歼16、歼20等战机飞越了所谓海峡中线，甚至史无前例逼近桃园、新竹12海里净空，演练在夜间环境下对台湾的突袭能力。但台军方的新闻稿并未提及歼20隐身战机的存在。岛内媒体指出，这是因为台军方根本没有侦测到歼20参加这次训练。据央视证实，当晚解放军空军出动歼10C、歼16以及歼20战机进入战斗空域，开展了相关超视距对抗演练。歼20参加这个相关的训练或者是模拟对抗演练，不是第一次。他抵达东海、南海各个区海域上空，也不是第一次。不要说台军没有发现，就是美军也很难发现歼20的行踪，而且他的这个隐身能力在世界上也是属于一流的，这将为歼20占据未来空中作战的优势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重点号空域，目标商机，高度发动，双机全出。随着警报响起，卫星和战友们迅速战斗起飞，划破长空，执行紧急任务。歼20最具有优势性的就是它的隐身性能。你可以试想一下，敌方的雷达上没有目标，但是我方已经具有了攻击你的能力，会对敌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只会仓促地进行逃窜，来规避我们的一个威胁。如果我们再往前的话，他们会后退。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你已经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通报你的国际识别码和飞行路径。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无论是空中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哪怕甚至是牺牲，我们站的位置绝对不会说后退。我不管他在什么位置上，我一定要站在这个位置上，阻止他进入我们的领空。
更受外界关注的是，这部片子是官方首次曝光歼20隐身战机在东海方向拦截外军 F-35战斗机的情景，但这并不是中美第5代战机的首次面对面较量。去年3月，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在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组织的一场视频对话中曝光，美军 F-35战斗机在东海与歼20进行相对近距离接触，这是美军高层首次承认 F-35遭解放军歼20拦截。威尔斯巴克当时表示，解放军歼20飞得相当专业，我们注意到他们把歼20飞得非常漂亮。F-35在东海与歼20进行的相对近距离接触并不是交锋，但歼20所属的指挥和控制体系让我们印象深刻。威尔斯巴克还透露，当时执勤的歼20还接受了空警500预警机的引导，二者配合延长了超视距杀伤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军可以说已经和歼20有过暗中的交锋，但是从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的言论来看，显然他们吃了亏了。F-35在靠近中国相关海域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歼20，而歼20呢，已经看到它了，并且抢先站位，以一种优势的这个方式，展示给 F-35飞行员看。显然，如果是真正的进行空战，那么美国的 F-35就会被击落了。有军事专家认为，美军面临着预警机严重的过时问题。美军E-3预警机无法先敌发现能够为担负火力投送任务的飞机提供优势。分析还指出，由于解放军执行的是对美军机的警告驱离任务，因此很可能是歼20快速接近美方战机之后，再挂出用以解除隐身状态的龙脖透镜，主动暴露自己的位置，以便执行警告驱离的标准流程。实际上，歼20投入战备执勤的时间可能更早。去年4月，中航工业微信公众号刊文，航空工业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任玉坤在一场活动中透露，2021年，航空工业全面完成了各项考核任务，科研生产走上均衡，装备交付创造新高，获得了国务院国资委经营业绩和党建考核双 A 的优异成绩。歼20强军报国，换上中国星，战巡东海、警巡南海成为训练常态。在去年的中国航展上，歼20以钻石型编队亮相，还向公众进行近距离静态展示，十分惊艳。时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这显示解放军空军对歼20的运用已经十分成熟，显示出大国空军的高度自信。首先呢，歼20是个大体系；第二呢，歼20是大家族。如果按照目前歼20形成作战能力的基本格局去分析，既可以多机联合编队进行各种攻防作战，同时呢，和其他的歼16飞机、歼10飞机也可以形成不同的体系。比如说打穿对方的防空体系，那么歼20就可以把门踹开，打掉雷达，打掉对方的导弹。这样的其他作战飞机就可以鱼贯而入，特别是像歼16，号称是炸弹卡车，就可以对地面、海上目标进行高效的打击。所以这种组合方式，如果在中国空军大量推广、普遍进行，那么它所形成的攻击能力，基本上把不同代次的武器装备进行了完美的组合。